怎么这么久才来开门呢？你今天不是有饭局吗？别提了，这群所谓的银行家、生意人，一点眼光都没有，只看到贺峰现在的风光，就以为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，简直糊涂到家。我要这群人呐，将来为今天的事后悔。那你吃过饭没有？我弄点东西给你吃。你现在怀了孩子，这种事情叫佣人做就行了。佣人放假了，2个一起放？今天又不是星期天。他们1个星期啊才能跟同乡聚一次，随他们吧。你在这里坐一下，我去倒杯饮料给你喝。你干什么？想去哪儿啊？谁在房间里？谁呀？我们都是自家人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也会见风使舵，这么现实。要不是紫菱提醒我，叫你的子女来，让他们叫你来，我看今天也很难看到你。手机碰巧没电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明知道你大哥请吃饭，你就不用人催了，自己主动来，这个不是借口。哎呀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本来呢已经出门口准备过去了，谁知道突然有点事，所以我才会耽误了。哎，我接到消息啊，大哥的二太太在伦敦那边跑了，所以我要查查清楚啊。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我打了很多电话到伦敦去确认，证实这件事是真的。还有啊，他把那边所有的物业卖了，然后失踪，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奶奶，怎么办呢？哼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，墙倒众人推，连自己人也是这样，更何况那个老二，以他平时的为人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是你爷爷看上了他的温柔，他就这么跑了，算是厚道了。那个老四啊，所做的那些事才可怕。其实都是报纸杂志乱写的吗？我们哪有那么严重呢？喂，我是张坤，宋太太在吗？哦，请稍等，伯母，坤叔找你。哦，喂，张坤啊。宋太太，宋先生出事进了医院了。我哥怎么样？爷爷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医生刚刚走开了，说室外是中风。中风？医生说宋先生的情况还算稳定，不过一切要等照了 X 光和做完磁力共振再说。好好的怎么会中风啊？在哪里发生的？怎么样，老家伙没事吧？那么多医生看着，应该没事的。下车，下车！你想怎么样？我早知道你们2个有事了。你为了偷情，气得爷爷中风。是你爷爷自己突然跑上来吗？他在外面有那么多女人，1年不到2个星期在我那里，那我在外面有别的男朋友也很应该啊。你有没有羞耻心啊？吃我爷爷，穿我爷爷，用我爷爷的，还好意思说这种话？哼，除了钱之外，你爷爷给过我什么呀？他从来没当我是宋家的人呢。我不过是他在外面抱的其中一个女人吗？现在不用问了，你肚子里那个也不是我爷爷的。你别句句好像帮着你爷爷似的。那天要不是你保住老四，会弄成这样吗？你爷爷之所以有今天，要负最大责任的是你呀！你打了人就想走啊？
怎么？你报警抓了我？现在我爷爷躺在医院，我怀疑有人通奸兼谋财害命，我也希望警方查得清清楚楚啊！上车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公司下半年的业务主要集中在越南的基建工程。越南？我相信天坤一定会顺着青岛新城区的事，继续集中在大陆发展。为了避开不必要的竞争，宝轮投资在越南是最好的时机。越南是除了中国之外，近年经济起飞的最快的国家。加入世贸之后，商机更加多，很多外国的大财团都看好它。基建是每个国家发展最首要的条件，这条路线是不会错的。为了更加有把握，我们需要找一些有实力的财团做我们的拍档，来打响头炮。要是找拍档，我认为夏月博盛最适合。为什么？博盛一向是做大型基建，在这方面有经验，跟夏月合并了之后，实力更加雄厚。沈之诚又是越南人，有很好的关系网。而高承盛死而复生之后，做事更加卖力，不会输。说的没错，你马上做份计划书，顺便联络夏月博盛。OK。啊，对了，这个闹钟呢，我调好了4个钟头响一次，按一下就会停。最重要的就是防水防震，靠得住。Est-ce que Monsieur Coe a dormi tard ce matin? Je ne sais pas. Il habite ici depuis longtemps. Il a le sommeil agité. Est-il en mauvaise santé? Peut-être qu'il s'habitue au temps de Hong Kong. Chang Shen，吃早餐了。Hello。总之，现在公司的电话响个不停，个个都问你法国的地址，说什么要送礼啊，还说要请你吃饭。总之，个个都迫不及待想拍你马屁，特别是姓罗的那个。大金银行的罗涛涛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之前怎么对我们，我知道怎么对他。你知道怎么做就行了。知道。对了，今天这边又有你跟沈小姐结婚的消息传出来，斩钉截铁的说是这个月28号。还说夏月集团和法国政府的新磁浮列车发展计划已经落实了，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搞得我们今天的股价涨了2成。其实你跟沈小姐的结婚日子定下来没有？喂，高先生，千万别不通知我们，我们所有兄弟都要飞过来祝贺你。好了，有什么再联络吧，拜拜。这儿是比较难找的。要不是你在电话教我们，我看有的绕了。你要是肯听我的，早点打给沈小姐，就不用绕那么近。我以为我可以嘛。长山，你看谁来了？嗨。嗨。嗨。乡下地方是比较难走，没有路标，随时会迷路。日东只靠我在电话里教他，就开来了，算不错了。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临时改行程，改得太急才会这样。我们应该早点跟沈小姐联络才对，因为我们2个都不用为公司的事来这里打扰你们。你说公司的事，你们不是在度蜜月吗？你知道他了，不做是不行的。记不记得
我跟你提过，在乌克兰机场遇到 Multi Picture 的老板 Bob Kulny。Multi Picture 在好莱坞专拍文艺片的。其实不只是文艺片，他们在70、80年代拍了很多校园喜剧片、恐怖片，虽然都是 B 级片，可是产量丰富，都很卖钱。就是说来说去，你们想提上次他找亚洲资金搞亚洲频道的那位老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提过了，这位老兄赚钱太狠，要7、3分账。就算我们博盛今天环境变了，也要吃饭。我们会跟 Multi Picture 55分账。这份呢是 Bob Clooney 亲自签的临时备忘，现在只少你的签名，不过要快。我知道他还有接触其他人，我不担保他会改变主意。你们就是为了这份合同，特地在 LA honeymoon， 接着还特地飞来法国，啊？是你说的吗？就算博盛变好了，我们也要工作。我看完了，明天答复你。这样吧，我现在跟日东给你详细说明这份临时备忘的条款，我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。你是拿了那个波的钱，一定要搞定这笔生意，还是不想留在这里？如果是前者，我觉得你很笨，你已经露馅了；如果是后者的话，请立刻走，继续蜜月。备忘录呢，我看完之后呢，我会自己跟进的。还有，你们在放假度蜜月吗？我不需要你们办公室 ，OK？ 长生，雅言不是这个意思。事实是我们认为这个计划对我们博盛有帮助的，还能够帮助我们博盛在美国上市。我们只是怕有变卦。虽然夏月和博盛还不是搭档，作为将来大家会是同事，我能不能有一个提议？既然这是一宗大生意，我觉得长盛很需要时间来考虑的。等他决定了，就送文件到律师行。我看香港和美国都一样的。而你们2个真的在放假，工作归工作，为什么不多待几天呢？虽然这个酒庄不是什么名胜，但我记得我哥以前买这个酒庄的时候说过，巴黎的生活使人透不过气。他每次来到这个酒庄呢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在这儿多住几天，一定会喜欢。沈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们真的不想在这里打扰你们。怎么会呢？你们2个在这儿啊，生意上长盛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随时问嘛。而且下个星期我们也打算到巴黎举行婚礼。虽然我哥刚刚去世了，我打算低调一点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有自己最信任的朋友跟同事在场嘛，不差多待几天了。除非你嫌我们的酒庄的酒不够水准啊。怎么会呢？那最好了，一言为定。话说开了，你们2个新婚，我一直还没恭喜你们。这杯是我敬你的。谢谢。干杯。谢谢。